最近有个新闻啊，受到了全球国际间的关注，也使得油价造成了波动。那就是呢，全美最大的这个油管的营运商 Colonial Pipeline 啊，遭到了这个骇客入侵，导致他们的这个控制系统呢整个瘫痪。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哈，美国总统这个拜登呢已经宣布了进入这个紧急状态。当然，这个紧急状态呢，稍后我们来请谢老师谈一下哈。在美国历史上呢，它大概被使用了60多次。那么在上一任，在这个总统的这个任内呢，美国总统的任内，他也大概使用了6次。那么拜登这次为什么会使用呢？当然就表示这个姿势体大。这条油管呢，它的这个范围非常非常的长，大概被瘫痪呢，目前大概有8850公里，什么概念呢？它日产大概是250万桶的油，那么大概是1亿加仑。主要是美国呢，在各州提炼出来的这个原油会送到南方去提炼，提炼之后呢，就经由这些油管送到这个东部。所以这个介老师，您先看一下目前在美国的影响是什么？我听说在美国东岸现在加油要排队1个多小时。对，它当然造成民众的恐慌啦，因为加不到油嘛。我看很多美国节目、电视节目采访这些去加油的这些老百姓，那老百姓说，因为怕加不到油啊，甚至还有没有油桶的，拿一个那个塑胶袋啊，很大的塑胶袋就往塑胶袋里面灌油，我觉得那很危险，很危险啊！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应该注重安全，怎么我看人就拿塑胶袋，而且装了很多。所以本来就有恐慌，再有人再要囤积，那它当然这个会影响这个价格啦。那事实上，美国的这个油价是往上走的。其实美国这个加油这个油站加油站，它那个每天那个加油的价钱都变动很大，都不一定的。所以这次涨的百分比好像也到差不多5左右也算不小了。那当然，美国政府。尤其联邦政府不断的出来喊话安抚，叫大家不要囤油，不要囤油，说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这里面我觉得2个问题啦，一个就是说，到底你美国政府让不让这个 Colonial 这个油管公司付那个赎金付赎金？对。那我想政府的角度是不希望他付赎金，希望他自己去解决。对，所以我看这个报道现在有一点点不同的这种内容在里面。那所以这个就回到当时为什么美国总统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当然能源供应基本上是攸关国家安全。那它不但说它有这个航空的燃油甚至会影响到美国几个主要的空军基地。因为这条油管线上有几个美国重要的空军的基地，还有一些海军的基地，也会影响到国安的部分安全啦。所以这个影响太大了。但是我们就来谈谈是哪个骇客这个神通广大，能够骇进这个 Colonial Pipeline 它的这个控制系统，整个瘫痪掉这太强了。好，那么目前指向是一个 Dark Side 这个组织它大概成立在2020年的8月它是一个这个骇客组织到处去这个勒索，而且呢，它在这个骇客界呢，应该算是比较高端的。我们看到一般的这个骇客呢，他如果这个骇入这个企业界的话，通常呢，在美国它的价码大概是10万美金啦。你付赎金之后，我帮你解密。但是这个 Dark Side 呢，他们的要价都很高。我看到这个金额非常非常的惊人，大概一次如果成功呢，能够瘫痪你的话，至少赎金呢是300万美金到1000万美金之间呐。也就是说，在这个骇客界呢，它算是高档的。低档的生意他还不愿意做呢，但是也很有意思这个道义有道他们好像也有一些规范比方说医院系统他们不要害，政府系统他们不要害，非营利组织呢他们也不去这个侵犯人家。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影响太大，这也算是等于说是攸关美国的这个公众利益所以事发之后呢，这个组织呢还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一看呢让大家啼笑皆非这个声明说什么呢？他们说呢他们会检讨修正避免造成社会困扰，好像有点半认错的一个概念不好意思，我们这是害错了，对不对？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一个风头，今后我们会检讨。那另外一个就像这个介老师讲的，非常非常古怪这个 Colonial 这个 Pipeline 到底有没有付赎金呢？这现在也是一个谜团，因为他们始终保持沉默。那么 FBI 呢，当然很没有面子 ，FBI 开了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当中呢也很古怪的，中间有一段文字说呢，联邦政府非常愿意帮助 Colonial Pipeline 他们取回系统的这个权限。
但是啊，对方却拒绝了政府的好意。FBI 愿意帮助 Colonial Pipeline 啊，我帮你把它解密嘛，啊，你就不用付赎金。但是他们还不愿意啊，不领情，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可能这 Colonial 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基础设施公司哦，它不像我们台湾很多是公营的，对，它都是民营公司，纯民营的。它基本上它这个纯民营哈，然后你比如说 Colonial Pipeline， 它的这个治安它交给一个公司做。那这个治安公司今天把它搞砸了，没有防好，对不对？那比如说付500万 ransom 的话，这个赎金的话，那么照他跟这个公司的哈，这个治安公司的签约哈，那这个钱治安公司会给他出，而且还有赔偿问题、法律问题，对不对？更大了。对，那治安公司他有他自己的保险，所以最后可能这些民间公司他说我就给了500万，最后反正都是怎么讲，我也不是我自出，我最后是保险公司出的话。那他就愿意去立刻付，而且他们这个 DarkSide 听说不但是让他这个油管停运啊，对，他还窃取了他很多的这个机密资料。那这个机密资料，如果他说把它公开的话，会造成他的公司营运上很大的问题。这所以也就变成就是说，美国总统白宫一开始他就要宣布紧急状态，因为紧急状态它有特别授权，它可以对这些出事的公司，也就是这次 pipeline 啊，它有比较多的掌控，而不会说 FBI 我劝你不要去付 ransom， 然后这公司说我还是付 ransom 对我比较简单。那他要好好调查这些问题，那也需要这个就是说拿到这个pipeline 的这个资安的这个外包公司，它也是一个网络公司，它负责它的网络的资安。所以对于 pipeline 来讲，这个政府的介入、FBI 的介入会搞得事情更复杂，而且也许他们的损失会更惨重。对，反而他们透过自己的资安公司、保险公司，也许干脆付钱了事算了。对，付钱了事最简单啊。对，这样一个概念。那当然，这个事情也让大家看到了美国这种基础建设既然这么脆弱，你想想看，这个油管啊、石油等等，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战备的一个物资哈，竟然这样轻轻松松的可以瘫痪掉将近9000公里，这什么概念？它供应整个东部大概是45%的这个油哦，这实在是影响太大了。所以美国这么好就攻破吗？这也很惊讶。所以到底这个 pipeline 它有多厉害呢？当然，美国司法部告诉大家啊，现在勒索病毒呢，大概每年增加62%，以这样的速度飞速在这个前进。而骇客呢，有各式各样的组织，全世界。而这个 DarkSide 呢，目前美国有一股风向啊，认为指向是不是俄罗斯官方的一个外围组织啊，或是等等？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呢也很快澄清了嘛，他没有澄清是来自俄语系国家的这个部分，但他澄清应该是跟俄罗斯政府没有关系哈。你有更多的讯息吗？因为这个 DarkSide 它有自己的网站，它里面有自己几条行规啊，就是说我这个做我那个不做。他说如果是这个独立国家国协的这些或者我骇进去发觉它主要使用的是非英语是俄语的话，俄语系的话，这些国家我就不去惹他，我就不理他。那这个是他自己网站里做的自己的这种所谓他的行规的这种公开的说明。所以这一点的话，所以美国的媒体包括 FBI 就说这个 DarkSide 基本上是一个俄国设在俄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邪恶的一个 hacker 集团，可是他没有办法证明说这个 hacker 集团跟俄罗斯政府的关系，所以我看这次拜登也讲话了，他说这个公司是在俄国，可是他没有公开讲说这个就是俄国政府所养的一个骇客集团，因为我想他这次不太敢讲，因为上次人家问他说你认不认为普丁是一个刽子手，他说是，对，结果造成这个乌克兰动荡了几乎1个月啊。那这个所以一言足以上邦，所以这次我看这个拜登讲话是比较保留。不过这种 hacker 这种公司现在真的，他一年的我看了不少的估计，他一年的收入都是10亿美金这样的估算啦。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像有的很多人在做这个比特币的他很可能也被这个骇客骇入，因为比特币很重要，你那个电脑跟这个，你要不然你的所有的比特币的所有的加密货币，你过去的这些资料都没有了。对。
那他就突然你这个电脑收到个讯息说，哎，你被我锁定了。那你如果说你不入赎金的话，可能10个小时以后，对，你所有资料都销毁。你比如说你有300颗比特币，你就报销了。对，所以很多人就赶快付钱了。对，所以这些小额的、中额的、大额的这种这种骇客这种勒索事件在国际上已经非常非常普遍。对，很多，但是这个 dark side 比较特别，因为他专做大的他要干就干大的，他小的他大概不屑一顾但是这次呢，实在是闹得太大了，他变成美国国土安全部白宫华府这个 FBI 的一个头号战犯对，所以他们也特别发了声明想要灭火，说这个事情纯粹跟政治无关，我们只想赚钱。我觉得他的声明，我看到他的声明实在是很有趣这个怪异的声明内容，说实在的，有一点匪夷所思我看到这个英国这个《金融时报》就在评估，他为什么发一个这么怪异的声明让大家哭笑不得。什么检讨修正感觉上道义有道，而且呢，他最特别的骇客守则第1条，诚信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让你被害的这个被害人知道你是有诚信的，你只要给我钱，我一定帮你修到好，你才拿得到钱嘛。所以听说呢，只要你付了钱之后，他们会有一套完整的事后服务，巨细靡遗的告诉你该怎么做，怎么样还原之外，还要告诉你以后怎么样防范骇客。这个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这个详细但是我们也看到，2016年事实上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早就针对美国的石油跟能源产业提出警告，认为这个产业非常重要，但是他们的资安呢极度落后，很容易成为国安的破口。这是2016年提出的警告，结果2021年一语成谶对，其实我最近在看资料，4个月前美国能源部自己的网站也被人家害进去了。所以他们政府在警告说，你这些民间的这些公司你的那个保防你的这种所以呢防火墙做的不好对不对？治安保护做的不好，美国政府也被害进去了。所以现在其实治安是一个大问题。对，其实各国政府都出现过这些问题。那真正现在各国，尤其强国之间它的军种里面就明摆了一个新的军种，叫网军。这个网军才是真正的高手，是云集陆海空之外的第4军第4军。将来打仗的话，可能第一波的时候你按下去飞弹的时候，你发觉你的飞弹有没有打得出去，还是飞出去本来要打那个目标，结果跑到另外一个目标，打到自己人了。这些都可能在网络上，网络的操作能够影响一个战争。所以美国的网军，我想最强的这个治安的部队应该在美国的军队里面。那么各国现在都是这样，都是把这个网军当作一个非常敏感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些部分如果这些所谓的 know how， 它的专业被移出来以后，那拿到民间的话，那你像这一次，我想像这个 Colonial Pipeline， 它的治安应该也是不错的。那么可是问题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技术不断的在更新中它很快就把它攻破了这么大一个公司。我想他一定很重视的。现在公司的所有的操作都是线上的，那么治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对。那这么大个被攻破了，我想这个会造成，我想整个这个将来治安界的集体升级，也就是站在守的这一面，它可能往上升级，攻的这一面又升级。不过如果说整个各国的政府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要不然在过去这么多年，我看的资料，尤其这几年，这种骇客公司像 DarkSide 这种企业化的现在那个获利太丰富了。对，获利太丰富了。然后当然他说他是现代罗宾汉他劫富济贫他还弄那个收据，对，弄出来说，我还把这个钱捐给联合国的儿童基金，是有点哭笑不得。结果后来就是一烧有这一笔拒收。对，你看现在这种社会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各种新的乱象越来越出来了。那这一次，我想美国受到这次教训，我觉得他们会花更大的精力跟钱，会扎很多钱下去，再做好它的就是说等于它的防护工作了。网络防护，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网络防护做不好的话，不要说它的公司它的这个经济受影响，
它国防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对，因为现在看到很多武器啊、导弹啊、潜舰等等，都是我们看到都是电脑控制嘛，哈，所以这个资安问题真的非常的重要。在过去呢，我们也看到像是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的健检报告好也流出嘛，也是因为骇客入侵，还有包括我们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网站啊，也被骇客这个入侵，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层级啊。都无法避免受害。季大使讲得很对哦，未来这个世界安全的破口可能就在几个案件当中啊。尽管过去的传统战争不一样了，但是虽然美国很强大，那么这次呢，这个 pipeline 它的这个被害瘫痪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就算是美国，它也会遭受到这种损害。我们只能说，真是高手在民间了哈。大家要做好防范啊，这是我们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学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教训。